火星大力拳，One Punch！我操，我闻啊！战斗能力远超他人，拥有足以运营公司的行动力，部下们为所欲为，总是被弟弟牵着鼻子走。我又长了一张新嘴。哎呦，这个应该算是直球暗示了米泰妙是用什么做的。对，其实米泰妙已经不需要再说了。如果要说他可能会透过岩谷那张皮来说，不然的话有可能剧里面就不展开讲了。对。他是有点 PTSD 了，被リゼル整的。对。ストマーク社の社長になったリゼルも闇菓子作りやる気みたいだったから。うちも気にしとく。一緒に頑張ろ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怎么升的这么快？摔死我啦！哎呦，牙齿！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在意。老力耶，老力耶。哎，速动。你看产量这一块，不愧是大哥，真以为我搞不了啊，是你们太废物了。わかりません。ただお見かけしたときは楽しそうにしておられ那你？那你？リストの住所とこの辺だよな。哦。引っ越したか？哦，他专门过来逮半斗的，估计有他照片了。养的太伟人来了，我操！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看到条很搞的推文说啊，这段的蓝哥像老爹在问思春期的女儿最近在学校里如何一样。哦，他在做贝壳枪啊，应该那个是被打坏了。这样子讲的话，复制人我估计真的不会再展开了那个点，没有必要展开了，集数不够啊。对对对，该意思了吧，半头。哇，那我挺好的。スパイスのくせに失礼ですよ。哦哟，哇！我操！ってのは案外大し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ね。お前、俺が誰だか知ってて。我为他抽筋了。个人能力，水母科那个触手啊，就是哎，不说了。至今没用过了，忘记了。漏了一下就走了。不用那个。又吃瘪了吗？为什么说用呢？觅食中，石头好吃。2号受害者。哦，他吃时候就知道他是砂糖人了。哎呀！なんと大味で雑味の強い私の口に合わんな。お前、グラニュート。ただでさえ舌の肥えた私が闇。这个配音是高木社配的，但是演员不是高木社啊。君たちは邪魔なんですよ。黒いガブの男。あいつの腹はお前の偽物と同じだった。じゃあまた菅ってやつが作った誰かの偽物？川鹤已经不在，已经被我杀了，川鹤已经被我杀了。なんと見る目のない。哎呦！哦，他不是烘焙的那个技术，所以换了个特效嘛。亚米，跟贝壳那个只是换了个第一而已。哦，玄母没有见过双鹤变身的样子是吧？对，所以就没有奇怪，哎，怎么跟双鹤金氏智慧。哦，对，给各位说一下，自从打完独角仙之后啊，拉起来他变身都是把那个头发撩到耳朵后面了。对，之前就玩弄一下头发，后面就已经改了。他的隐身机制就不用了。哦，不是，他那个好了，打报告了呀，所以用不了那个隐身能力了。啊，他找副官去了，对，正好碰到他倒地了。不要小看了我的情报网啊！报身份。私の素性を。大丈夫ですよ。倒しちゃえばいいん你看龙泽良顶号了。僕たちは合意の。对啊，妈的，双鹤了不介意你说你妈的，你说。大統領のために役立てることにしただけさ。ニルブ兄さんも。你也背叛了吗？你也背叛大哥了。玄武门之变，我天哪！玄武门都来了。啊，输都死了！哦，你又活了。其实我没死。哦，留了6颗。てかそれより今すぐ一緒に来て。またハンティがボロボロで馬将たちもヤバそうなんだ。なぬ？どうやら間に合ったようじゃな。
新国发现了。哦，对，发现了。我的孙子啊，这是你叔公最后的力量了。哦，水母哥变成骑士就封印了砂糖人的能力。没有，是征服了他的能力的，水母哥不用而已啊。挂了。100怎么够？100倍不行啊，要1000倍。老东西不赖。空的哎！瓶子里面有东西吗？我问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不会用了，不会用。对啊。哇，其实这段右身打戏拍的可以的，我觉得。哦呦！我操，5条悟，2.5森森。黄金上了。你们这群宝藏一定要见到主人被打成这样才可以进去。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可以进去了。对。所以他牙齿就是要承载他的这些宝藏的力量嘛，不然会炸开了估计。对。好研究啊，也就是说也不是不可能啊，因为人类世界只是比较急啊。不要告诉大家哟。跟森森说，就是叔公不刷牙，牙齿烂地。哇，这相当于把宝藏外面的那个包装袋撕了嘛。对。可以。红布口嘴巴快脱臼了，待不下去了。你看天才 DJ 啊，丹特叔公。叔公在洞里没少听 DJ 啊。打碟这一块啊。怎么又是这种运镜啊？给每个人一个镜头。没问题啊。耶！哇，牛！纳尼？他的战斗曲是变了的哦。啊，这是干嘛？不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那个身体太重了，所以他走不动了之类的感觉。对对对。他那个玩具有这么软吗？玩具中间就是软胶啊，它是很薄的软胶，透光性很强。哦。火星大力拳 ，One Punch， 素质太顶了，飞了。哇，人啊！那其实表现力是 OK 的，又难缠，怎么又升不了了？4个形态就有副作用了，不赖。这集的预告是这样子的哈，通过狂吃零食收集大量宝藏的100个宝藏大作战正式启动。生真要想再次变身为 Over Gabu， 必须往百宝瓶里塞满100个宝藏。面对再度变身的 Morgan， 生真将其托付给半斗和 Lakia， 自己的专心致志埋头猛吃零食。与此同时，斯托马克森内部格罗塔与利杰鲁爆发冲突。就在局势一触即发时，吉普对格罗塔喊道：“我需要利杰鲁。”另一方面，尽管生真拼命狂吃零食，可宝藏却突然一直都生不出了。面对焦躁的生真，信果会这周招致官网的一个提问啊，即使吃了零食，生真也无法生出宝藏的原因是，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？吃腻了。宝藏就是因为感受到吃零食的幸福才会被生出来啊。毕竟如果变身要塞100个宝藏，你就意味着你要吃很多的零食嘛，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，你必须要胡吃海塞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话，跟你吃零食的那个初衷有点背道而驰了嘛。对。或者也有一种可能啊，嘉宾们其实也聊到一个点了，就是吃撑了，因为 Over Gabu 那个形态的特点有点像是能量过载、热量超标的感觉嘛。官网其实也提到了一个点啊，假面骑士 Gabu Over Model 啊 ，Over 来自于 Over Calorie， 就是热量超标这个词汇。所以呢，它变完身之后可能有点像是吃撑了嘛，吃腻了怎么办呢？那就可能要吃点什么啊，喝点什么来解腻咯，是不是消食嘛？对的，生真把3个下午茶点心的宝藏弄出来了，所以说方法就是给他做下午茶点。
哦，所以那个就是信果的小妙招，通过吃那些东西来消食。然后久违的内敛五步子美写了小作文哈。当讨论嘎补最终形态该怎么设计时，有人提议让宝藏们像战队机器人那样合体，怎么样？最终方案就成了装满100个宝藏的百宝瓶。以往都是根据玩具发售周期推进设计，经常需要基于现有设计倒推剧情，比如把新形态贴在白板上开会讨论，要编个什么故事才能合理变成这个形态。这是因为拍摄进度比往年提前，基本能做到剧情和设计同步推进。正因如此，像这段剧情需要这样的设计，配音之类的双向沟通也变多了，使得剧情与玩具的联动契合度显著提升。举个例子，布兰姆的果冻定制形态音效里就特意加入了类似心跳声的效果。关于隐身机制的设定也是先由拍摄现场确定，再反向植入到玩具设计之中的。一句话就是，以前的拍摄模式是剧情迁就玩具，现在是同步进行的，可以玩具迁就剧情。你这样讲也对了，你们懂。其实我真的不太想讨论没什么意义的点，因为平心而论，这集拍的好吗？我个人认为拍的是好的，因为其实我上周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情感表达这块跟不上。那你看嘛，结合上叔公还有就是宝藏们的一个奉献精神，他情感渲染这块已经到位了。如果非要去揪点瑕疵，他一拳把人家轰飞了，这个点到底合不合适？我自己看过了一遍之后，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他那个氛围感到位了。你看嘛，整个山头都轰平了，你还能怎样？他妈的跟奇遇一样，是不是？认真一拳，认真一拳要把地球打成余震。而且各位要考虑到下集应该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表现回。那这集的一个收尾，一拳超人好像问题也不是特别大。对，就是有人觉得最后这段打戏不怎么样，我是觉得你要体现他不便于行动，也没必要做成勾着身子走过去，这样空我泰坦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好很多。打戏这块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纠结的，但是看看下集的表现如何吧，好吧。我其实他有一点是比较担心的，就是叔公到底会不会死？因为叔公在这个节点啊，死不死对于后续的展开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只是说创作者们他们想不想发这把刀而已。但是我不太希望他发这把刀，活的回杀他一切赎罪就得了，好吧？毕竟还要靠叔公去做解毒剂呢。我是觉得通过发刀强行搞泪点是最低级的一种。啊，对对对，比如谁呢？别比如了。行，然后接下来就直接进入每周排行的环节吧。本周日早上推特热搜排行第1名的词条，猜一下。确实哈，讨受者3万加相关的词条，现在比加布最终日都还高。不过第2名的嘎补相关词条数会更多一点，4.4万加相关的词条。第7名是朝日，然后第8名是丹特叔公，有3900加相关的词条。念几条有趣的推文哈。话说回来，丹特叔公在那种设备条件下不打麻醉就拔了10几颗连着神经的牙齿，他一定是在忍受着剧痛，身体也会变得虚弱吧，并且还不眠不休的完成百宝瓶的制作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绝对会倒下吧。即便如此，还是为生真做到了这种地步，谢谢你，叔公。虽然下集预告里至少还出现了丹特叔公的身影，但说实话，对绝大多数生物来说，失去牙齿都会直接影响生存的呀。或许这其中有什么赎罪的意味吧。但叔公这样消耗自己的生命力，为生真提供力量，实在让我太难受了。所以我才说啊，这一集的情感表达这一块是到位的。第10名哈，南多尼桑3000加相关词条。有些网友呢在玩哪里的梗，他这集也是因为你也读不那个问题，对吧？很多人在夸兰哥尼桑的工作能力很强，还有一条推文拿兰哥尼桑和另一位尼桑做了个对比啊。兰哥尼桑战斗能力远超他人，拥有足以运营公司的行动力，部下们为所欲为，总是被弟弟牵着鼻子走。然后呢，舞蹈贵妇，我不念了，就是跟刚刚那段完全一样的哈。总结是什么呢？平城也好，令和也罢，当大哥的角色都这么惨。第11名啊，百宝瓶有2500加相关的词条，念几条有趣的推文啊。百宝瓶的弱点在于需要消耗100个宝藏导致的燃料效率低下吧。虽然蛋糕形态不会消耗宝藏，但会消耗大量的体力，而冰淇淋形态不仅需要消耗，还有时间限制，这简直是最初弱点的升级版啊！不错的设计，不过这也可能成为让生真不愿使用的理由呢，设定得挺有意思的。下一条哈，百宝瓶可不是比喻，而是实实在在需要消耗100只宝藏级别的能量。不过 Over 是能一次性释放这100只宝藏能量的一拳超人型，而 Master 嘎补大概是能自由运用内部储存的宝藏能力的技巧型。平时用 Master 节省能量，关键时刻切回 Over 爆发，是这样的战术分配吗？我觉得是挺有可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有可能。Master 已经有出现玩具演示了嘛？它那个你按不同的次数会有不同的宝藏能力出来啊。对对对。第12名牙废王，我个人觉得牙废王真的是个跨时代的产物，就即便
便说牙飞连者这部作品本身有挺多的瑕疵，那是不可否认啊，就是小孩子看屁的懂剧情是吧？讲白点确实。第13名自己的牙齿1500加相关的词条，然后给各位说一下，本来叔公户口的上颚就是没有牙齿的，所以这次他是拔了下颚的牙齿来制作百宝瓶。叔公原型的抹香鲸上颚本来就没有牙齿哦，剩的全是后槽牙，得亏叔公还有另外一张嘴啊。第14名尼耶鲁布5500加相关的词条，第15名 Overgabu 3500加相关的词条，第16名是母子情哈，第17名高连甲，确实是童年回忆哈。我不知道各位看的第一部战队是什么，反正我是牙飞连者。不灭人看的是碟片还是在电视台看的呢？碟片。如果是从碟片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是电视战队。我第一部就是真剑者，我第一部更晚了，爆太郎。我也是爆太郎。年轻人第一部战队啊。第18名啊 ，Magen 上有1500加相关的词条，念2条相关的推文啊。要是真把 Magen 上干掉的话，绝对会引发国际纠纷的吧？这个点我等会再聊哈。把 Magen 派遣来处理沙滩猎人，其实是为了把他处理掉吧？无论是大总统还是尼耶鲁布，都在各怀鬼胎。站在总统的视角，把他整去人间界，更多是做一个服从性测试之类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的。想不想要我的大黑暗零食呀？至于尼耶鲁布，感觉就你看赢了，变相帮助双鹤证明了他的研究成果更屌，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屌。对，输了那马关就死呗，那死了之后他的尸体用来复活双鹤用嘛，但更多像是为了做补救措施嘛。毕竟要是被别人知道马梗死掉的话，不仅尼耶鲁布会有麻烦，总统也会有麻烦。如果是结合我上周的那个推理的话，就是彻底让马梗成为了尼耶鲁布的傀儡。所以呢，尼耶鲁布最后站哪一边，可以说是烂果和总统之间这场博弈的胜负关键了。就希望尼耶鲁布多少念点亲情咯。不过我觉得站在他的那个视角啊，最多只会说在大哥手底下做事会更方便，说给大哥一个顺水人情就算了嘛。对，就是提条件的，也不是提条件吧，就是嘴犟一句吧，你来掌权的话，对我来说更方便。第20名哈，陶迪。第21名呢，100个宝藏2200加相关的词条。第22名牙费红，有一说一，请中村优一来演牙费红，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制的感觉哦。你看嘛，本身3大特色自霸就是个噱头，然后呢，他有个想要守护的爱人，对应电王嘛，牛仔装束就已经在对应宁洛斯了，是不是？然后驯兽师呢，对应牙费连者的一兽一咒嘛，就召唤威力兽嘛，但是呢，他是操控人啊，确实有点抽象了。他吹奏乐器对应响鬼，而且能够对应得上牙费营的人设。第24名也是朝日啊，第25名呢中村优一，第27名萨吉嘎桑。想要鼓上去的观众还请自行跳转，多看小团体 version。那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，加拿。